第3页、第2页，这不是主页吗？难道还有其他主页吗？来，各位，当当，这就是这一次改款的重点，多新增这个 YJet 小工具栏。好，你点播放，有没有？它就直接播放。老实讲，我觉得看起来见仁见智啦，这个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哈密瓜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如果你有在用这个像是 Apple TV 这种中枢设备，它可以去串联 HomeKit， 也就是你的家庭，你抵达哪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启 Apple TV。所以你看，真的很有一体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 ？Liquid Glass 它是直接透过去的，然后你滑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真的很像水滴一种折射感。因为现在是 Beta 版，也就是开发者的测试版本，并不是正式的。如果你升级有问题的话，苹果不负任何的责任。Apple CarPlay 会断断续续的，10到15分钟吧，它就突然断掉，但又突然接上的那种感觉，变成这个图示就很小，然后字也缩在一块，那有点小可惜啦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都还不错。你还在用交车送的脚踏垫吗？不来试试，大多车友都在使用的3D 卡固立体脚踏垫。不仅市面上大多车型皆有开发，还结合雷射扫描技术，服贴完整，搭配3D 高边无死角设计，以及防水槽钩身，不怕饮料打翻，侧漏爱车地毯。独家3层技术，防护、吸震、止滑，底部更搭载神爪设计，安全不位移。此外，即洗即用，顺手又方便。输入脖子专属优惠码，享独家折扣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。如果你也是常常关注 Apple、关注苹果的话，那你一定不意外。前一阵子有发表了一个 WWDC 2025，不晓得大家有看吗？那回想一下，脖子之前有拍过哪些系列？有拍过 iOS 18.5 在 Apple CarPlay 上的应用，去年的时候有拍过 iOS 18，脖子是不是来到 iOS 19了？26。这次的 iOS 26这个版本啊，算是10年内最具戏剧性大改变的一次啊，整个主视觉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今天啊，帮各位整理了 iOS 26在 Apple CarPlay 上的10大优缺点应用。因为现在是 Beta 版，也就是开发者的测试版本，并不是正式的。如果你升级有问题的话，苹果不负任何的责任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重点，也就是我想各位应该不陌生啦，也就是这个 WWDC 25啊，主打的也就是 Liquid Glass 液态的这个玻璃的这种感觉。界面大家有看出不一样吗？在边边角角上面比较圆润，图示有的变得微微的不一样啦，那色调上也不太一样，包含你可以看更细一点字体。好，接着第2个重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设定你的外观、你的背景图片啊。每一次只要 iOS 更新，就如同前几部影片，大家如果有看的话，一定不陌生。我都会提到，我最期待就是它背景有新的样式。那其实我觉得脖子已经泄露答案了啦。你看设定，然后有一个背景图片，它基本上会把之前更旧的版本有一些会把它删掉。这一次因为主打就是 Liquid Glass， 看起来就比较有层次感啦。老实讲，这次的背景图片就一个，好吗？不过第3个重点，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，我一直很期待。一样设定外观，再来重点是这个设定图像，也就是你的 icon 可以变不一样。预设值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嘛，长这样，那你可以选这个，有没有变深的？老实讲，我觉得看起来见仁见智啦，这个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哈密瓜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那再另一个，这才是重点，透明。它其实你看可以感觉得到，它想要诉求就是 Liquid Glass， 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好了，这见仁见智啊。但你们觉得这能看吗？这开车看了很难过吧？整个透明成这样，你选透明，你可以选浅色、深色、加深，然后有点类似半透明的形状，或者是自动。不过我比较期待的是像 iOS 18.5 那样子的感觉，还可以调色调，就根据你要的色调去调整你 APP 的那个 icon 的样式。好，接着第4个重点，这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来，第3页、第2页，这不是主页吗？难道还有其他主页吗？来，各位。当当，这就是这一次改款的重点，多新增这个 YJet 小工具栏，它有很多可以选。好，你点播放，有没有？
它就直接播放。然后这个时钟，然后日期，这我觉得可以啦。你看，你一点它就直接跳过去。你如果有设，比如说今天有什么行程的话，它就会显示在上面。那第二栏的话，就是一些天气资讯。提醒事项等等，但是重点是这个，我觉得这超加分的。如果你有在用这个像是 Apple TV 这种中枢设备，它可以去串联 HomeKit， 也就是你的家庭，你抵达哪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启 Apple TV， 开启什么放轻松音乐等等。所以就大概这几个列表，那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大升级。好，第5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地图。它的界面也变得不太一样，你看它现在变这样子，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记得以前是上面那样一列啦，但这次变不一样了。然后它一样可以 3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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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看个人了，2D 3D 现在就是把你的搜寻栏列直接放在左侧。那我觉得这样也好，你看它其实有考量到驾驶的导向。你在开车，你一定是要靠近驾驶侧，你比较好去按。你如果太远到右边，就太远了。对不对？所以左边这里刚刚好，那也可以声控。台北101正在取得到台北101的路线。好，然后你看 Go 有没有也变不一样了 ？OK， 点进去好，然后你看这整个界面，它其实不难发现，这一次的主视觉就是想要打造一种半透明。液态感有没有？所以这次这个就是在 Apple 地图上也做了一些 UI 界面的设计改变。好，下一个重点那就是 Google 地图也变不一样，对吧？整个界面它这也是半透明了，这里有个设定，你可以去挑你要的路况等等啦，这个我觉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只是我一直觉得很 confused 的点就是 Apple 地图也好 ，Google 地图也好，它的键盘功能永远都只有英文版，完全没有注音符号。我觉得这真的其实很不方便。你要怎么去找你要去的地方？通常我们要去找，比如什么什么小吃店、什么什么便当、什么什么烧腊店，一定是打中文啊。好，那有了地图，我们来看一下音乐。Apple Music 也是这次界面上，你看变得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广播、资料库等等。那整个编排方式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老实讲，整个按键它都是做比较圆润的感觉，这些都是变比较圆润。那一样，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扫 QR code， 然后一起加入。所以你看，真的很有一体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 ？Liquid Glass 它是直接透过去的，然后你滑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会真的很像水滴那种折射感。还蛮明显的吧，所以这个是 Apple Music 的部分。接着有 Apple Music， 一定就有 Spotify， 有 KKBOX。那想必这2个 App 一定在 UI 界面上也变得很不一样了。我只因为呢都是用 Spotify 居多啦，所以 KKBOX 呢各位自己体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从 Spotify 来看一下，但我相信应该跟 Apple Music 不会差太多啦。那我们来到我们的页面，点 Spotify， 点进去之后，你看。界面上有没有感觉跟 Apple Music 不太一样？但如果真的要我选，我会选 Apple Music。你不觉得更好看吗 ？Apple Music 的编排比较有那种设计感，然后满满的，然后回到 Spotify 就是一种普普通通，好，然后一样到我们的播放，当下播放，你看，真的每一个 App 它都会变得比较圆润一点。那点进去。背景会跟着你的主视觉背景走，比如说你看假设我选其他颜色的背景图片，我选极端一点，我选红色好了。好，你看今天我点开我的这个 app， 它背景就是跟着我的主视觉一起走，然后过了之后也是有一点类似那种雾面半透明状的感觉。好，第9跟第10个重点啊，我会比较着重在缺点的分享，因为毕竟前面都是讲很多在界面上的改变、功能上的增加。那第9个重点就是，坦白讲，我自己这样用了这几天，从发表会后几天 ，Apple CarPlay 会断断续续的，就是现在当然不会出现了，但是你只要过一阵子，10到15分钟吧，它就突然断掉，但又突然接上的那种感觉，也不是线的问题因为我是接无线。不管接无线或是接有线都一样，就是它会突然断掉就变成回到这个界面，然后又连起来，这个时间差大概差2秒左右，1、2，然后又跳回来了，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在想应该是软体不太稳定啦，针对 Apple CarPlay 这一块不太稳定，所以它就突然的断掉。那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在想，或许下一次的
正式版发表的时候，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好，第10个重点呢，其实也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了，但是我会觉得，既然这次的 iOS 26整体都改得这么大了，也改得非常漂亮，那有一些小细节，我觉得可以再注意一下。你看，其实 APP 啊，整个界面 UI 界面，我觉得都做得非常棒。可是你看，当我们到这里的时候，太小了啦，这个真的太小了，完全看不到。当然你会说，脖子，那你挑到这里的时候不就好了吗？是没错，可是有时候我要看导航，对不对？我要看导航的话，这里就变得比例怪怪的。然后你看哦，这里的字跟下面的这个时间轴有没有很重叠的感觉？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小可惜。或许如果想要把这个放大的话，那变成是这里再缩小，再往上缩小，因为像这里感觉是1:1的概念，那我或许可以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这里比较大，1:2。或1:3哦，等等啦，变成这个图示就很小，然后字也缩在一块，那有点小可惜啦。但我觉得整体来说都还不错。那以上就是针对这次的 iOS 26 10大重点优缺点介绍。一样在呼吁，除非你有备用手机，或是你会备份资料，千万不要随意的乱更新。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，苹果也不会帮你处理。那我还蛮期待正式版 iOS 26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，到时候有新版的时候，我们再拍一部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24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咯，支援 HDMI，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、Netflix 等。7色调，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，支援双屏易显功能，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有优惠价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哦，对了，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。